你午睡的时候，隔壁床的室友忽然起身惊叫：“不，别杀我！”很快，他看了眼时钟，2025年11月4号5点，我重生了，回到了过去嘛。接着，他死死盯着你，小凡就是这个人，自己的室友，上辈子在游戏降临现实后杀了自己。没错，你小凡，幽冥大学高材生，知名校草富二代，是无数少女环生的对象，被誉为超级欧皇。同时，你也是秦元浩的室友，更是他未来10年最大的敌人。曾经的你就像是高山一样压在他头上无法喘息，但现在一切都变了。他重生了，你疑惑道：“我让你去帮忙带个饭，你就睡了一天，这是想饿死我呀？”秦元浩默不作声起床，我这就去。你叫住他，等等，记得带上我的饭卡，早去早回，卡里多余的钱你自己看着处理，我平时也花不完。秦元浩咬牙答应，眼神中藏了一抹屈辱和怨毒。小凡，你有钱就了不起吗？不过是运气好，投了个好胎罢了。上一世就是用这种方式不断羞辱我，这一世我将所受一切耻辱1000百倍还给你。看他离去的背影，你疑惑了，这小子今天啥情况？嘴里神神叨叨的。算了，没在意这些小细节。事实上，你的身为过来的秦元浩一直都很好，包吃包喝包娱乐，衣服、电脑、社交，只要是能照顾到他的地方，都会伸援手，十分大方。我的舍友我来照顾嘛，毕竟老爹从小教育过自己，为父当仁，做多了好事，人的运气也会变好。这时手机响起滴滴声，低头一看，居然是游戏群发公告了。原来今天是万众瞩目的沉浸式全息模拟游戏《昊天精灵乳时代》发布的日子，还有半天就要全球公测了。面前一亮，差点忘了今天是个大日子。等半小时后，金耀回到宿舍内，只看到桌上留了一张纸条：“你先吃吧，我回去了，饭卡你留着用，里面还有几万，别跟我客气。哦对，等会儿还有个宿舍的快递，那个是你的，记得签收一下。”秦元浩面色阴沉，把2份饭菜丢进垃圾桶。算你运气不错。没错，这饭菜里他下了安眠药，就是为了拖延你上游戏的时间。但是没想到你竟然提前回家了，这和他重生前的经历有些不太一样，难道是蝴蝶效应吗？也罢，走向门口的快递，他当然知道里面装了什么，最新款游戏头盔，售价高达4.5万，是你给他买的生日礼物，神秘惊喜。伪善罢了。这一世你的好运气也挡不住我重生你的外挂，我崛起的日子要来哩。另一头，你打了个喷嚏，谁在背后算计我？难道不知道我天生五福临门命吗？还真不是你吹，小时候老爹曾斥巨资找大师给你看过，老先生说你命中气运极旺盛，注定无忧无灾，幸福安康，小人避让。事实的确就是你从小不生病不缺钱，路过彩票店随手就能中2等奖。而且大师还有吩咐，如果一辈子平安，也就是个普通富贵命，但如果遭遇劫气，就会触底反弹，运气风格爆发，更上一层楼。命中5福就会施展神通帮你捉杀小人，你是压根不信啊？我这么善良，怎么会有小人和我作对呢？正是这会儿，女仆老婆公孙养柔走出来给你递上头盔，亲爱的，这是最新款的设备，还有一会儿上线的时候不要忘记吃这个哟。说着递过来一瓶东西，你感动了，哇塞，女仆老婆是真的贴心啊！不多说，戴上头盔进入游戏。另一头，秦昊进入了选择职业的界面，一共就俩：领主和流浪。前者拥有自己领地，招兵买马，打造城邦；后者是独狼传统 RPG 玩法。他果断选择了第一个。恭喜你获得初始领地1级沙漠。他呵呵一笑，我要更换。没错，在游戏初期，许多玩家根本不知道，唯一一次可以无限换地的机会就在创号之初。游戏账号又是唯一不可注销 ，ID 绑定的，所以前世很多玩家稀里糊涂就接受了系统随机给的初始领地，吃了大亏。直到开服半年后，这攻略才慢慢流传出来。秦昊呵呵一笑，不断更换，从1级平原换到河流，再换到城镇，但还是不太满意。不着急 ，SL 大法要的就是耐心。另一头，你看完 CG 动画后，不禁感慨，这游戏也太牛了！玩家们不但可以当领主，还可以根据自己的科技树发展组建兵团，例如火枪手、弓骑兵等科技树发展到一定程度，可以根据文明类别发展出强力兵种，例如天使军团、修仙军团。给角色起名的时候想了想，就叫幽冥魔帝，然后选择领主职业。恭喜您获得了 SSS 及唯一隐藏初始领地云遮峡卫的仙国之领。你叹口气，又欧了呀！人生真的好没意思啊！进入游戏后，查看其领地属性，一共5万平方米，200居民，小型伐木场、采石场、铁匠铺各有1个。此外，还有2个特殊建筑：初始酒馆和初始祭坛。领民们在一个老头的带领下，朝你齐刷刷下跪，欢迎领主大人回家，我们将效忠于您。另一边，秦元浩在干了5-6个小时后，发出激动呼声：抽到了！老子终于抽到了！恭喜您获得 S 级隐藏初始领地1级历史曹氏之领。
他是激动啊！完美开局，这绝对是完美开局。军事加农业双强的三国曹氏之领，开局就有30单位初始人口，并且有一个伐木场和采石场。要知道，普通玩家的领地只有10初始人口，其他啥都没了。前世有大佬做过全球领地排名，曹氏之领位列第44，舒服，抽中这个的概率也就1/1，不愧是我呀，重生者。还记得前世你的初始领地不过是个 A 级的要塞之领，除了防御力强点，啥都不是。小凡，同学们都说你是幸运星，你能比得上拥有 S 级领地的我吗？啊切！你擦了擦鼻子，不是又有谁在背后念叨我？查看了下领民属性，农民夏木，个性身强体壮，体力是普通人双倍，从事体力任务有1.5倍收益效果。寡妇林婉儿，颜值不低，容易受到男性追捧，特性桃花朵朵，受孕概率提升100%，但出轨率更高。老头利福，特性老不死，已经活到114岁，村里人天天盼着吃他的席，且该领民存活期间，领地声望每月增加10点。你愣住了，这都什么跟什么呀？怎么一个正经特性都没？但仔细想想也不是啥坏事，例如那个寡妇受孕率高，能增加领地人口，你说她容易出轨，这关我领主什么事儿？查看大多数领民后，你也是真的难受啊！几乎人手都带一个奇怪天赋，什么修仙狂热爱好者，爱搞无用发明的疯子，纸上谈兵的说书人，听名字就莫名其妙。另一头啊，秦元浩点开自己的领民特性，他笑了，30个人口内居然有3个具有特性，虽然都是负面的，但他知道这些负面特性代表他们有很强的发展潜力，只要加以重点培养，就能进阶为魔导师、科学家，甚至修仙者。舒服呀，这3个可是宝贝疙瘩。此时他打开世界频道，有些人已经开始吹了，嘎嘎，我拿到了 C 级领地，呵呵，垃圾，我是 B 级高原之领，你们都太弱了，我这块 A 级的下辈子之领才厉害，天生还附带沼气资源。秦元浩只是单单扫了一眼，一群目光短浅的家伙。这款游戏在未来和现实进行糅合，只沉迷于眼前的好运气是不够的。所谓欧皇玩家在这款游戏里只能占据到初期的领先优势，如果没有好的运营策略，短期的衔接顺风迟早会被人追上，除非某个玩家能一直欧皇下去，靠运气把游戏玩到顶尖层次，但这种人存在吗？怎么可能啊！另一头，你下线休息会儿，女仆公孙雅柔走了过来，老公呀，你玩的是什么新游戏啊？这么好玩，我也订了个游戏头盔，到时候带我一起啊！你惹我过来，吧唧亲了一口，那是自然。话说奇怪的很，最近怎么感觉精神头一直都很好呢？明明一直有熬夜打游戏啊！想起来玩游戏之前，老婆递过来那罐东西，亚柔呵呵一笑。对了，老公，这是我给你准备的护肝片呀。之前咱们玩游戏，看你状态总掉线，而且金藤头发当天洗完，第2天就出油了，80%是肝脏负担大。肝脏平时负责帮忙排毒，是我们重点要保护的对象。咱们虽然年轻，但也要注意好养生哦。你疑惑了，可是这个护肝片就这么神奇？亚柔点了点你鼻子，笨蛋，养生可是个长期工作，越早越好。思维式的护肝片呢，富含奶基草、姜黄、鸡醇，吸收这些营养，潜移默化着就在保护肝脏啦。把毒素排出去后身体相当于做了减法。你看这几天是不是气色明显好了呀？你感觉好奇怪，老婆，我看你平时都和我一起玩游戏，怎么懂这么多呀？亚柔呵呵一笑，因为我平时都逛京东买药呀。京东买药目前发出疼爱召集令，呼吁年轻人们注意养生。我也是逛了京东买药才知道，原来我的身体要自己注意呵护呢。不仅仅是给你买了护肝片，我还给你买了金瓶盖尔奇添加补钙片。平时你坐着玩游戏走动少，太阳又晒得不多，补钙很有必要，这样骨头健康，跑跑跳跳才无压力呀。现代养生去京东买药就能一站买齐，而且京东现在为疼爱直降到底，这是真低价，要多省有多省。你感动了，搂过来吧唧亲了一口，老婆你真好，原来你为我们的健康想这么多，难怪我感觉最近运气这么好，这身体好，五福自然也会发力帮忙，这还有谁能挡？另一头，在游戏线上，秦元浩给李明们制定了后勤工作。这些人造兵营，那些人去种田，工作时间的话就暂定为8小时吧。事实上，他很清楚，一天8小时，领地发展速度只能说是一般。有些新黑领主设定10小时，发展速度就会更快，但这样高压往往会导致民心降低，这样混乱，最后演变为叛乱的恶性事件。根据前世攻略组大佬研究，8小时是领民能承受的极限，除非有额外技能效果。但他很确信，游戏前期不可能有这样的技能。另一头，你听着村长利福的汇报，人都懵了16小时工作制，不是你这是不把村民当人啊？刚刚把你提拔成村长就这么干，必须给我个解释！村长扑通一下就跪下了，抹了眼泪，主公5等之领地，2天诸多，产业破风，可百姓只有200之众，不足以完全开垦。若不妥当利用人力之功，那是罔顾主公利益之不顾，百姓皆为主公小子之情。主公若不应允，怎么对得起百姓一片至诚啊？
不对劲，打开他的信息面板，只见之后被提拔为村长后，赫然多了一条新技能：光荣团结的传统。华夏民族百姓们吃苦耐劳，有极强忍耐和创作精神。持有者所在领地之领兵不会因为劳作而降低民心。原来真相在这儿呢，你还是有点不放心。16小时会不会有点太极限了？吃饭和娱乐的时间都没有吗？利夫呵呵一笑，吃饭可以在劳作间隙用餐，也可以直接在田地里如厕，就当施肥了呀。如今领地百废待兴，百姓岂能荒废于昔？自然要以助攻大业为重。哦，你算听明白了，资本家呀，希望到时候到工业时代，你别被吊路灯上了。含泪答应。利夫疑惑，主公，您为何没有悲色？哦，那是因为我爱民如子，爱得深沉。老头涕泪横流，扑通一下跪下了。老朽万万没有想到，主公竟是如此明君，有此主公，夫复何求啊！主公万岁！系统提示音响起，恭喜你激发了全体领民的工作热情，接下来1个月内劳作产出效果加倍。随便安抚几句就成明君啦。大后方没了问题后，下一步要干啥来着？哦对，灵珠府的桌子上有一份游戏的内置攻略，虽然上面写了什么天道的赐福，但这种基础品应该是每个玩家都有的吧。上面写了说下一步是要去带兵开荒领地周围，剿匪长声望。咱一个萌新，必须时刻按照攻略来做事儿，好运气不会常伴身边，脚踏实地跟着攻略走才是王道嘛。对了，开荒之前先去酒馆招募个将领吧。另一头，秦元昊看着热火朝天的领地笑了，在他看来，重生者的游戏经验加上未卜先知，他就是无敌。当然了，也只有一部分特殊玩家或许可以和他掰掰手腕。游戏前期系统会送极个别幸运玩家攻略竹简，也分品级，从下品到上品、极品乃至仙品，他很清楚自己有多牛逼。因为据他所知，前世整整10年都从未有人获得过仙品级的攻略竹简，而且这玩意全世界只有一份，获得难度极高不说，而且不是100%出现在游戏前期，也有可能是100年后才会随机出现在某个玩家灵珠府的书桌上，这也就导致了他充分相信自己的优势。谁说重生者都需要系统？没必要，完全没必要。重生已是无敌路，何须再借金手指？哼哼，还有1个小时就能打造好兵招兵买马了。有人问他为啥不去招募将领呢？开什么玩笑？开局 LV1 酒馆招到好将领那是纯粹碰运气的事情，运气差的可能连续几个月都遇不到一个人才。要知道将领等级分为 D 到 SSS， 而且在3S 之上是最顶级的神将即唯一性将领，例如赵云、马超之类。前世游戏开发10年，全球最牛玩家麾下不过是 SS 级名将。想想看，上百亿玩家无一人得到神将和仙品攻略竹简，就足以见得这类顶级游戏资源根本不是以人类运气就能获得。大部分玩家想在游戏前期招不到好将，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。镜头一切，来到酒馆，你看着眼前的人久久不语，面如重枣，轻抚美鸾喝茶，不时看向手中一卷书籍，上面印着俩字儿：春秋。这